管家大人，这山路实在是太崎岖了，这桃源村到底在哪儿啊？呸！谁知道在哪个犄角旮旯？要不是为了接回那个失散20年的真千金，我才不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。今年的果子长得真大，正好给师傅们当下酒菜。小渊儿刚出炉的，尝尝。王爷爷，您的手艺愈粗，怕是都要跪地拜师。告诉北边那帮家伙，私吞的10万两白银，明日午时前若不归还，天下盟便去帮他们收尸。婆婆，您的杀气太重，当心吓跑了林子里的山鸡。你这丫头就不越来越亲了，连婆婆都差点没察觉。这竹子太脆，没得老身这把无影都钝。刘先生莫吹了，鱼都要被你整得翻白眼了。你懂什么？这叫天来。你这走位不对，明明是被老子的无形阵困住了。你懂个串串！老子这是诱敌深入，一会儿就让你全身瘫痪。此局已定，莫争了。好嘛！老陈头，你竟然让这丫头帮你赢，出来练练！怕你个老杂毛，正好试试我的心毒。莫爷爷，我来了。这就是苏青英，怎么是个瞎子？这位大叔，你出门没刷牙吗？口气真重。我是丞相府的管家，特来接你回京。你本是苏府嫡女，如今要接你回去履行与靖王的婚约。小渊儿，你要是不想去，爷爷帮你打发了他们。京城，听说京城有很多好看的公子哥，是真的不？靖王殿下自然是龙章凤子。好耶，我去。爷爷，我走了，等我拐个俊俏夫君回来给你们带酒。小姐，那边传信，真千金已经启程回京了。真千金，苏家永远只能有我一个大小姐，那个乡下瞎子，我会让他死在回京的路上。渊儿，这是婆婆新练的断肠散，解百毒，也能杀100人。京城不比村里，谁敢欺负你，尽管让他去见阎王。这笛子拿着，京城那些庸脂俗妃说话若是刺耳，便吹曲广陵散清清静。这箱子里都是保命的宝贝，也是断了气的，只要有一口热乎气，都能救回来。京城的东西没味道，想爷爷了就自己开小灶。各位伯伯婶婶，小渊记住了，等我玩腻了，一定回来给你们带京城的最好的美酒。再见了，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。孙英入京，群狼环伺，吩咐下去，天下盟、天音坊、一圣谷全体入京。老身这把老骨头也该去京城活动活动了。那就看看谁敢动我桃源村的千金。苏清渊，进了这府邸就收起你那乡下野性子，莫要冲撞了贵人。瞎子！我亲妹妹竟然是个瞎子！我苏家的脸往哪儿搁？混账！20年不见，竟然成了这副残缺模样，真是苏氏之耻！姐姐，你受苦了，这是婉柔特意为你准备的见面礼，贺你归家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推我？对不起，姐姐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恨我占了你的身份20年，可婉柔是真的想和你交好的。放肆！刚进家门就敢对妹妹下此狠手，乡下教养出来的果真是个孽障。渊儿，你怎么变成了这样？没教养的东西，心肠竟然如此狠毒，摔得太假了。我教你，怎被推下去是怎个姿势。看到了吗？这才是被推下去了呀。婉柔，孽障！刚回府就敢如此张狂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？我苏家容不下你这种野蛮成性的村妇，现在就给我滚！滚回你的桃源村去！啊，既然丞相大人发话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马夫大哥，给我来一辆回江南马车，要最快的那种。好嘞，姑娘您上座。老爷，
这是不是太草率了？他到底是咱们亲生的骨血，这要是传出去，这种丧门星，走了正好进我苏家的门庭。爹娘，婉柔没事，只要姐姐能消气，婉柔受点委屈也没关系。可是爹，您忘了靖王府那桩婚约了吗？靖王萧绝双腿残疾，婉柔死活不肯嫁。如今苏清渊走了，这火坑怕是只能由婉柔去跳了。不，我不嫁。那靖王就是个废人，我死也不要嫁给他。我那刚找回来的亲孙女呢？她刚走。儿子嫌他礼教全无，让他回乡下了。混账东西！老身盼了20年的大孙女，你当她是路边的野猫野狗，说扔就扔？奶奶，您不知道，她一回来就打我不管她打了谁，她是苏家正正经经的嫡长女。苏哲，你现在立刻带着全家人给老身去城门口，请也得把她请回来，请不回来，你们也不用回来了。苏清渊，随我们回去。凭啥？不是你让我滚的吗？渊儿，你奶奶想你想得紧，快跟娘回去吧。不会，妈菜都顶好了，顶进不退嘞。苏清渊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清渊妹妹，之前是我们不对，奶奶在府里备了你最爱吃的点心，别让她老人家久等。你们京城的人真乖，一会儿干人，一会儿请人，想让我回去？行啊，我们村里头求人办事都得弯腰赔笑脸呢，不行，那我就走喽。清渊小姐回府，庆幸小姐回府，请清渊小姐回府。哎呀，妹妹真客气，走了。渊儿，都是奶奶没用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苦，往后在府里谁敢再赶你走，老婆子我第一个不答应。清渊，先前是为父鲁莽了，既然回来了，就好好跟着你母亲学学规矩。规矩嘛，行啊，只要别再让我滚，啥子都好商量。奶奶，姐姐刚回京，定是没见过咱们京城的新鲜玩意儿。我特意请了御膳房出来的点心师傅，做了些时兴的糕点，咱们去偏厅尝尝。婉柔有心了，渊儿，走，咱们去吃点心。姐姐，这可是正宗的官窑雪花瓷，每一件都价值连城。喝茶得先温杯，再放茶叶，水温也极有讲究。哎呀，我忘了你瞧不见，我帮你。水温90度，沸水伤牙，这明前龙井被你泡成了枯草。还有，听声音，这头茶量多了3钱，茶汤发苦。这种陈年旧货也好意思拿出来糊弄老夫人？去，换一壶今年刚采的雨前龙井。小姐饶命，老奴这就去换。姐姐，你竟然懂茶？村里头喂猪的菜叶子都比这好。城里这些繁文缛节真是烦死人了，吃个东西要装模作样。大哥，你这脸色是属鬼的脉。大哥这是老毛病了，什么都吃不下。你个野丫头懂什么？吃不下是因为嘴巴太刁，欠收拾。尝尝陈爷爷教我的开胃方子，不吃是你的损失。京城名医都治不好的病，你这一碟烂酱能顶啥用？这味道酸甜清爽，竟让我多年未动的食欲复苏了。景琛，你竟然肯主动吃东西了！这野丫头还真有几分邪性。烫死你！姐姐小心！姐姐小心！大哥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婉柔刚才脚下不稳，真的没想伤到你的。莫装了，你是故意的。苏清渊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婉柔给你道歉了，你还要血口喷人？够了，清渊，说话要讲证据。是啊，渊儿，你大哥都受伤了，婉柔也被吓得不轻，这就是个意外。他刚才端壶的手稳得跟铁铸的一样，走到我跟前突然抖那一下，角度正对着我的心口，这不是手滑，这是暗杀。姐姐，你看不见却说的跟真的一样，就算你不喜欢我，也不能这么污蔑我啊！
那个乡下回来的野丫头，除了会搬弄是非，还会什么？婉柔从小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，怎么会害你？都给老身闭嘴！吵吵闹闹的，像什么话？老身瞧着渊儿这性子率真的很，倒是你们一个两个的，连端个水都端不稳，还谈什么礼教？渊儿，以后这苏府的家规由你来定。从今日起，苏府上下吃茶点儿，不准用那些乱七八糟的工具，吃一趟下来都累死了。全给老身学秧儿，用手抓。用手抓？奶奶，您这是要咱们苏家跟着这瞎子一起变野人吗？简直是粗鄙不堪！土包子就是土包子，连这种下作习惯也要带进相府，真是丢尽了苏家的。二哥，嘴巴如果不想要了，我可以帮你缝上。好身手，渊儿就该这么教教他们规矩。苏清渊，这就是你的房间。老夫人忙着呢，可没空管你住呢。怎么，先捡漏？你一个瞎眼野种，有地方遮风避雨就不错了。反正你也看不见，开窗也是浪费，钉死了反而安全，免得你半夜出来偷府里的东西。好好待着吧，乡巴子。苏清渊，跟我斗，我要让你在那个满是耗子的柴房里烂掉！这就想捆住我，真当姑奶奶是你阉了？苏清渊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来人，快来人！这浴桶挺大呀，借我用用。放开我！你这个贱人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们，小姐，救命！你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？二哥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苏清渊他疯了，他抢了我的房间，还把佣人都打残了。反了天了！一个乡下丫头，竟然敢在相府撒野！苏清渊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哦，咦，二哥，这一大早的，行此大礼，妹妹受不起啊！苏清渊，你竟敢抢婉柔的房间！那是我的，你凭什么穿我的衣服？你还偷穿她的衣服！这料子扎手的很，还没我们村里苏娘做的棉布舒服。你个没廉耻的东西，不仅动手打人，还敢如此张狂！二哥，你搞清楚，是他先让人把我锁进没窗户的柴房，连口水都不给。我没地儿住，自然要抢个舒服点。我在村里打架，向来都是随赢随主打我。你胡说！婉梅性子最是温顺，老身倒要看看，谁敢动渊儿一根汗毛。祖母，你看姐姐她……闭嘴！刚才下人都招了，是你指使他们把渊儿关进柴房的。渊儿是苏家正正经经的嫡女，住着主卧天经地义。哼，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，竟然敢欺凌嫡姐！儿子也是刚知道。从今日起，婉柔搬去那间柴房反省，什么时候学会了礼教，什么时候再出来。不，祖母，我不要住柴房。还有那些刁难嫡女的佣人，全部乱棍打出府去！苏家不留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。家规第2条，以后我的房间，苏婉柔与狗不得入内。苏清渊，你给我等着！
明天的回归宴，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。主子，苏家那位真千金已经入府了，一回来就立了威，把假千金治得服服帖帖。有趣，他连苏哲都敢删。当年的仇也该开始清算。安排下去，明天的回归宴，本王要送一份惊天动地的大礼。婉柔小姐这身红裙真是绝了，这绣工怕是出自京城最好的绣坊吧？妹妹谬赞了，这是我特意请了天绣府的大师傅，耗时半年才赶制出来的。姐姐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就出来了？今天可是为你准备的回归宴，莫要让宾客们觉得咱们相府亏待了你。哼，土包子就是土包子，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真是丢尽了苏家的脸。穿得舒服就行，这裙子是我立苏娘亲手缝，钱金都还不来。苏清渊，别说笑话了，你们村里的土裁缝能做出什么好东西？那是天蚕丝，天蚕丝已失传100年，传闻水火不侵，万金难求一寸。这苏家大小姐到底什么来头？婉柔小姐这身绣工确实上乘。这是老板娘，你也觉得姐姐这身衣寒酸的没法看吧？闭嘴！你懂什么？这位小姐，敢问您这身衣裙可是由极北之地的天蚕丝织就，再由姓苏的织女亲手缝制啊？苏娘说这布料禁磨，让我平时随便穿。各位，那天蚕丝100年难遇，即便是1寸也价值连城。小姐这一身衣裙，足抵得过10座丞相府。什么？老板娘，你莫不是老眼昏花了？这种失传100年的宝贝，怎么可能穿在一个乡下瞎子身上？苏娘是我们村里手艺最霸道的裁缝，她说是，那便是。看来姐姐平日藏拙了，那想必在乐理上也极有造诣。婉柔先献上一曲《凤求凰》，全当抛拙引玉。姐姐，既然是你的回归宴，若是不露一手，怕是难堵这悠悠众口。此曲只应天上有，老朽活了大半辈子，竟从未听过如此有灵魂的演奏。婉柔小姐，你刚才的弹奏不过是照本宣车，听不出一丝感情，而这位小姐的笛声却能让老朽看到雪山之间孤鹤齐鸣。她一定是提前练熟了这一手，有本事你就用古琴即兴演奏一曲。我看你没了琴弦，还怎么即兴？呀，琴坏了！姐姐，看来这天意是不让你表演了。没弦了还弹什么？姐姐，莫要强求，这种奇迹怕是连天音房的房主也做不到，何况是你。单弦成曲，变调如神，这是乐圣级别的演奏啊！这指法分明是当年那位柳房主的独门秘诀。
盗窃！你这赤裸裸的盗窃！我曾看过一行曲谱，这首曲子分明是天鹰坊柳房主为温介事的遗作。你一个乡下丫头，定是从哪儿偷了曲谱，又敢在这招摇撞骗！盗窃？这是我村里柳先生教我的。他说他下棋输给我了，没脸见人，便教了我这首曲子解闷。柳房主乃是天上谪仙，怎会住在你那破烂山村？你说谎也不打听清楚。去把在京城的天鹰坊管事请来。今日我非要治他一个亵渎乐圣之罪。谁要治我徒儿的罪？六房主，您不是已经隐退20年了吗？小渊儿，你竟然背着爷爷给这些庸才展示！小渊儿，爷爷下棋输你半子，本想躲几天，谁知你竟在这儿受这些俗人的气。这几张天一坊的准入玉牌你拿着耍，往后天一坊随你进出。要是不想去啊，尽管扔进水里，听个乐呵。那可是万金难求的天音坊玉牌，刘房主，老朽恳请您屈就太岳署，指点一二。莫找我，老子忙着种菜。这丫头的天赋比我高出3层楼，你们若是真想学，就来求她。有事尽管找柳爷爷，爷爷先走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苏大小姐，您收下我这1000两银票，我只求一张玉牌。苏小姐，我那叶子颇有乐烈天赋，你看能不能？我亲妈，气死人了！沈田姐姐，你看他仗着有点本事，私下里说你们沈家是暴发户，还不配进相府的门。什么？一个瞎子也敢看不起我沈家？苏清渊，你以为认识个乐师就能上天了？这可是我花了3000两黄金买来的稀世珍宝，你听都没听过吧？虽然你是个瞎子，这辈子都看不见它的美，但我作为你未来的嫂子，这见面礼不能少。沈小姐，你这3000两黄金，怕是打水漂喽？你什么意思？这玩意儿是假货。假的？苏清渊，你这瞎子莫不是想钱想疯了？这可是我亲自在珍宝阁拍下的，有3位鉴宝大师联名画押。姐姐，你刚从乡下回来，怕是把这珐琅彩当成了泥巴捏的哨子吧？沈田姐姐家大业大，怎会拿假货送人？苏清渊，你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赶紧给沈田道歉。我只是实话实说，这种成色的玩意儿，我们村里陈爷爷那儿堆了一地，我都拿来当镇纸用的。好，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是假的，那你倒是拿出证据来。若是拿不出，你就给我当众跪下磕3个响头。行啊，但若是它是假的，苏婉柔，你就得给我当3天丫鬟，端茶倒水洗脚，还得随叫随到，如何？好，我赌了。釉色莹润，胎骨细腻，确实是官窑珍品。听到了吗，苏清渊？你现在跪下还来得及。哼，一群老眼昏花的。我的3000两黄金，你这个疯子！各位大师，麻烦你们睁大狗眼看看，这簪子碎成了几节？碎成千万片了！真货若是摔了，只会断成3段，绝不会碎成这种豆腐渣。沈小姐，你这3000两黄金，怕是买一个街头窑产的便宜。没想到老夫钻研一生，竟然比不过一位目盲的姑娘，惭愧。苏婉柔，你不是说这是你陪我挑的孤品吗？你竟然和我骗我！你这个骗子！以后在丞相，我只你清源妹妹一个人的。够了，沈田，你拿着假货来我苏家贺宴，还有脸在这儿嚎丧？奶奶，是苏婉柔带我去的珍宝阁，她说那是她熟人的店，我才放心的。好个相亲相爱的好姐妹，婉柔，你竟敢勾结外人坑害沈家小姐，还想让渊儿背黑锅！母亲息怒，
婉柔定是被人蒙蔽了。闭嘴！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，心肠竟然如此歹毒。渊儿啊，既然赢了赌约，那婉柔就交由你发落。妹妹，愿赌服输，先把我这鞋面上的灰擦干净吧。姐姐，对不起。既然婉柔礼教全无，那与靖王的婚约便由她去履行吧，也省得她在府里再生事端。我不嫁，那靖王是个残废。既然苏二小姐如此嫌弃本，那这亲不解已放。但本王今日前来，是特地求娶丞相府唯一的嫡女苏清渊。苏小姐，本王虽不良于行，但愿以这手中一切为聘，护你一世周全。你可愿嫁？这小哥哥声音倒是好听的很，怕是长得也不赖。只要管饭，嫁谁不是嫁了？王爷，您是不是说错了？您要娶的是我啊！这个瞎子，这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他配不上你。你是谁？我是婉柔啊，原本定下婚约的。本王求娶的是丞相府嫡女苏清渊小姐，情意通神，气度不凡，哪像你满身绿茶味，闻得本王头疼。王爷，您宁愿选一个乡下来的瞎丫头，也不选我。我苏婉柔才是京城公认的第一才女。苏小姐，本王听闻你刚回京，定是受了不少委屈。本王想请你换个地方住，比如靖王府。王爷，侠人可是大事。听声音，您长得应当标致，但我看不见您的诚意啊。诚意自然是有，本王愿以母妃留下的江南盐场30%股份，外加这京城鉴宝阁的房契，作为聘礼，现值约摸5亿两白银吧。不知这些可够诚意？啊，5亿两白银，那可是足以买下半个京城的财富。王爷，此话当真？小哥哥，眼力不错嘛。行，这门亲事我应下了。既然夫人应了，那明日本王便来接你。王爷，您刚才说他大家闺秀，知书达理，您是不是被他表现出来的给骗了？他不是您看到的这样。本王看人从来不用眼睛，用的是心。苏小姐这一身天蚕丝衣裙，即便在皇宫里也是稀世珍宝，而你穿着天绣坊这种不入流的货色，竟然还在这儿大谈审美，自视清高，井底之蛙。老夫人，亲事已定，本王想请苏小姐送本王一程。苏小姐，你不怕本王？怕你啥子？怕你轮椅跑得太快，我追不上呗。你很特别，柳房主的弟子，苏娘的至交，这些本领都是在那小村庄学的。啊，村里那些老登们闲得慌，非要拉着我学。王爷，你这腿是当年摔断后接骨的人动了手脚吧？骨头没碎干净，经脉也还通。只要让我施针调理，我有法子让你在1个月内重新站起来。那二皇子的人杀！给本小姐划破那贱人的脸，我看他还怎么勾引王爷。兄弟们，把这瞎子和残废一起送上路。清渊，往回跑，暗卫马上就到。跑啥子跑？正愁骨头有点松。
小哥哥坐稳了，看姑奶奶给你表演个横扫千军。哎呦，我的腿断了！这个人踹我！我操！去死吧，臭婆娘！清渊，小心后面！饶命啊！女侠饶命！我还没娶妻生子啊！喊啥子喊？没看姑奶奶扎的是树子没？再吵就把你那玩意儿剁为狗肉！大哥，救命啊！电子扎手！看来后面还有更大的雨。清渊，今晚之后，怕是整个京城都要被你翻过来了。哪个不长眼的敢动我丧彪的兄弟，在老子的地盘上，还没人敢这么嚣张！彪哥，就是那个臭丫头，她废了兄弟们，你快杀了她！王大哥，你不在村口撒猪，跑京城来咋啥子事？彪哥，弄死他！这臭丫头还敢笑话您杀猪！弄你娘个腿！给老子闭嘴！小院，不对，苏大小姐。那啥，外面人管我叫丧彪，给我留点面子。还有林婆婆那儿，你可千万莫说漏了嘴。王大哥，你长能耐了哈，在村里连条鹅都追不到，出来还当上老大了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这不是为了帮村长打前哨吗？大家都不放心你，我这才重新回来的。放心，这些小崽子不长眼，冲撞了你，王大哥回去一定扒了他们的皮。清渊，这人交给你发落，本王还有些家事要处理，先行一步，期待你之后的表现。姐姐，我错了，是我嫉妒心作祟，求你别杀我。既然晓得错了，总得留点记号。我看你这脸蛋挺标致，不如刻个坏字，让全京城的人都晓得你的本性，要得不？不要！救命！爹娘，救命！苏清要杀人了！住手！苏清渊，你在干什么？母亲，救救我！姐姐她疯了，她找了地痞流氓来打我，还要用刀毁我的容。要不是你们来得及时，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苏清渊，你简直是丧心病狂！婉柔是你亲妹妹啊！苏清渊，我本以为你只是在乡下野惯了，没想到你心肠竟然如此歹毒。你若想要这嫡女的位置，婉柔给你便是，你为何非要取她性命？爹娘，别跟这瞎子废话了，今天我不打断他的腿，我就不姓苏。清渊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刚才老夫亲眼看见你拿着刀，若非我等赶到，婉柔这张脸怕是已经毁了。解释？我解释了，你们信吗？姐姐，你若是恨婉柔，婉柔走就是了。求你不要找那些凶神恶煞的地痞来吓唬我。听到了吗？连地痞流氓都找好了。苏清渊，你真是丢尽了丞相府的脸。证据吗？行，姑奶奶今天就让你们看个稀奇。杀！给本小姐划破那贱人的脸！我看她还怎么勾引王爷！一定要让她死在回京的路上。苏家永远只能有我一个大小姐。齐伯伯组的这玩意儿，效果倒是不错。这是什么妖术？妖术，这叫机关术。齐伯伯说了，这叫真眼鸟。妹妹，你说若是把这小鸟送去衙门，或者送给靖王殿下听听，他会怎么想？够了，清渊，把那东西给为父。给你可以，但我受了惊吓，这精神损失费，丞相大人打算给多少？婉柔名下的那几间绸缎铺子和苏之然的马场，从明天起全部转到你名下。好耶，成交。不可能！清渊，这东西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
这等奇巧银技，绝非凡人能有。都说了是齐伯伯做的，村里头小孩人手一只，专门用来抓那些偷鸡摸狗的。你既然有这东西，为什么不早拿出来？非要看我们出丑吗？早拿出来，早拿出来，你们能信没？不得说我造假嘞？丞相大人，说好的铺子和马场文书什么时候送我？明日一早，老夫自会让人送去，但必须当众毁了这妖物。成交，只要银子到位，这破竹子我当柴烧都成。这是你要的东西。另外，老夫有一个要求。说。你虽然身为嫡女，但流落乡野多年，大字不识几个。若想真正入主苏家，必须去国子监进修，拿到结业文书。姐姐，国子监里可都是京城最有才华的公子，你若是能结业，才不负苏家门楣。就凭你一个乡下丫头，连字都认不全，进了国子监也是被人笑话的份儿。国子监是不是有很多长得好看的小哥哥？自然都是京城的青年才俊。好耶！我去，只要帅哥管够，学习啥子的都好说。主子，林婆婆的人已经到了，这东西带回桃源村，交给林婆婆好生保管。这里面的声音以后还有大用。是。那国子监那边？那边帅哥多，我自然是要去瞧瞧的，顺便看看苏哲那老头子又想玩什么花样。是。小哥哥们，姑奶奶来喽。妹妹，这茶水凉了点，换一针。是姐姐。清渊，契约已经签了，只要你拿到国子监的结业文书，那几间铺子和马场就是你的。放心，我这人想来一抠唾沫一个钉。爹，你真让他去国子监？万一他真的结业了怎么办？结业？国子监的考试何其严格，多少名门公子都铩羽而归，他一个在山野长大的村姑，能识得几个字？老夫让他去，是为了让他在全京城的才俊面前丢尽脸面，让他知道草鸡永远变不成凤凰。到时候，老夫人也没理由再护着他。爹爹英明，到时候我定要让他在那帮公子哥面前无地自容。苏娘，你看，这国子监后面就是马场，旁边还有藏书阁，肯定有很多白白嫩嫩的小哥哥在那儿读书。你这丫头就知道看美色，村长爷爷可是叮嘱过，让你在京城少惹事儿，多长个心眼儿。哎呀，我有分寸，我这不是去微服私访吗？苏哲那老头子想看我出丑，我偏不让他如愿。这国子监，姑奶奶不仅要去，还要当最霸道的那一个。京城的帅哥哥们准备好迎接姑奶奶的临幸了吗？姐姐，快起床了，今儿可是国子监开学的第一天，去晚了，祭酒大人可是要罚跪的。我操！姐姐，你就打算穿这些去学校，怕是还没进校门，就要被那帮公子哥们笑掉大牙了。渊儿，婉柔说的对，国子监名门云集，你这身打扮确实太寒酸了点儿。寒酸啥子？穿着舒服，大家方便，这才是硬道理。苏小姐，王爷听闻您今日入学，特意命属下送来一些应时的小玩意儿。这些都是给姐姐的。
这腰收得太死，打起仗来裙摆都踢不开。回去告诉你们王爷，衣服太累赘，下次直接折成现银送来，那才是真诚意。属下定会带到。折成现银，这丫头还真是个财迷。推我出府，去国子监，顺便看看她第一天入学能翻出什么浪花来。唉。哟，这就是那个从乡下找回来的瞎子，瞎子也来读书，怕是连字都写不到格子里吧？爪子伸长了，容易断。哼，断！在京城还没人敢跟本少爷。以后讲课的时候，谁再吵，老子就把谁挂房梁上去。杀人了！瞎子杀人了！苏清渊，你竟敢在国祖监公然行凶！这成何体统？苏清瑶，你虽有眼疾，但也要守学规啊！学规？学规里头写了，准许这只哈巴狗调戏同窗们。老子的人规矩简单，谁声音大，谁就是老大。从今往后，这太学班的班长我做了。班长，你做梦！苏清渊，有种别在课室里撒野，去演武场单挑。要是你输了，就得给本少爷当众下跪磕头，滚出京城。行啊，正好5分钟解决掉你，老子还要回来听课呢。堂上，我这姐姐虽然目盲，但身手诡异。你若是能打赢她，下个月的游园会，婉柔便陪你同去。婉柔小姐放心，本少爷今日非要把这瞎子的皮剥下来不可。5分钟，看来这丫头对自己的评价还挺保守。去死吧！第一招记住了没？都愣着干什么？你们也给老子上！哎呀，群狗们，正好省得老子一个一个抓。班长这位置，现在我有资格坐了吗？我认输，女侠饶命，班长的位置是你的了。哼，早这样不就结了？非要逼姑奶奶动粗，废！郡主大人，杀人了！苏清远在演武场大开杀戒了！祭酒大人，您看这满地的伤员都是苏清渊干的，他目无王法，简直是国子监的耻辱。就是苏清渊。苏清渊，这下你可就要滚出国子监了。苏小姐，敢问齐先生近来可好？哦，老七头啊，他在村里正跟陈爷爷为了办局残棋打得不可开交嘞。你是他那个学生吧？是，齐先生乃当世奇才，能得他老人家指点，是老夫三生有幸。唐少，你们这帮不学无术的纨绔，竟敢对齐老师的弟子无礼！从今日起，所有人记大过一次。啊，祭酒大人，还有苏清渊小姐天赋异禀，今日起破例担任太学班太学长，见他如见老夫。
5分钟多了。这残废小哥哥消息倒是灵通的很嘛。谢喽。这道9张勾股题乃是前朝算圣留下的残局。若能解开此题，今年的斋客计分便能直接拉满。姐姐，这可不是打架，这种需要脑子的活计，你怕是连题目都听不懂吧？听不懂的是你。题目嘛，确实听不懂，因为这老头子写错了。王王，老夫钻研此题10载，你一个小丫头片子，竟敢说老夫写错了！第3行左起第4个系数，你用的是大烟数，但根据这道题的逻辑，应该用勾三股子的逆推法，你这路子从源头上就歪到姥姥家去了。不信，你自己拿肯算一遍，看看是不是该用逆推法。竟然真的是老夫错了啊！你住手！这可是先贤真迹。喏，看清楚，这样解只要3步。这逆向推导之法，老夫竟从未见过。天纵奇才，天纵奇才啊！这位小姐，敢问尊姓大名？这勾股逆推法可是您自创的？啊，村里齐伯伯教的。他说这是用来算家里几头猪能卖多少钱的，很简单啊。算猪？苏小姐，老朽恳请您入翰林院深造，以您的才华，定能成为我朝一代算圣。不切不切，听说那儿全是跟你一样的老头子，无趣得很。老子是来找帅哥玩的，不是来当老古董的。第3步，竟然直接跨过了元方之变，利用勾股定理的逆向叠加，直接求出了余数。你把这道题的标准答案拿出来。标准答案需要12个步骤，耗时半个时辰。苏小姐竟然只用了3步，不到百息。苏小姐，老朽刚才的提议，您再考虑考虑。翰林院乃我朝最高学府，若您肯去，老朽愿亲自为您引荐。哎呀，老头子，你莫要再劝了，算术能当饭吃不嘛？那边的帅哥们正在练射箭，老子还要去给他们加油打气，没得空跟你们这些老头子玩。师傅，收徒儿一拜！你这哈巴狗又发啥子疯？师傅，我悟了，我彻底悟了。您那不是在算术，您那是在施展神技啊！求您收我为徒，教我那招3步杀。啥子3步杀？那是算术，莫乱取名字。我不管，只要能学到师傅的1成皮毛，我爹肯定再也不打我屁股了。师傅，您就收下我吧。莫操！我操！师傅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醍醐灌顶吗？我感觉我的大脑前所未有的清醒。这玩意儿怕是被老子打坏了脑壳。主子，苏小姐今日在国祖轩用3步解开了算圣留下的死题，老伯叔当众求她入翰林院，被她严词拒绝了。哦，理由呢？苏小姐说，翰林院里全是老头子，太无趣，她要去演武场看帅哥。演武场看帅哥，告诉监院，国子监的秋寿大会，本王亲自出席。本王倒要看看，这京城里还有哪个帅哥比本王更合他的意。师傅，您左前方那个刑部尚书家的3公子，肩膀宽的能跑马，怎么样？虚得很，下盘不稳，拉个30公都费劲儿，中看不中用。那右边那个呢？京城第1美男子，大理寺卿家的2少爷，脂粉味太重，还没老子村头杀猪的王大哥有男子气概。师傅，别比帅哥了，救救徒儿吧！我爹说了，这次阅读课也考评，我若是进不了前10，他就要把我送去边关呀。你进前10关我屁事！师傅，您是太学长啊，您指点我2招算术，我肯定能成。老子现在也愁得很，这太学上社的计分太难拿了。按这进度，到明年老子都拿不到那几件铺子。师傅，您不知道吗？下周的秋寿演武大会，拿到单项头名，可以直接奖励结业所需的1半积分。真的吗？千真万确，而且头名还能得到皇上御赐的鎏金剑呼，那玩意儿卖了能换好几千两银子呢。好耶！射箭是吧？这伙计老子熟，村里头打兔子，
全靠这个。射箭，苏清月，你一个瞎子，竟然想参加射箭比赛？既然你非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，那本小姐就帮你一把，让你这辈子都再也拉不开弓。这种软骨伞，只要滴在弓弦上，外表看不出来，但只要稍微用力拉满，弓弦就会瞬间崩断。断裂的弹力足以废掉你那双招摇撞骗的手。苏清月，我看你下周怎么当你的太学长。我的天，这力道！好，苏二公子剑法如神，这秋秀大会的射头头名非苏二公子莫属了。那是自然。本少爷的目标是来年的5级，这种小场面不过是热身。二哥好剑法，婉柔特意做了点心给二哥补补体力。二哥，你听说了吗？姐姐她也要参加射箭比赛。苏清渊那个瞎子，他连靶子在哪儿都摸不着，上来干什么？丢我们苏家的脸吗？姐姐说她能拿头等，还能提前结业拿走你名下的马场呢。二哥，你可得当心啊！笑话！他若能拿头等，老子当场把那箭靶子吃下去。二哥，要不我让人在那弓箭上动点手脚，保证他第一箭就脱靶。婉柔，胡闹！本少爷要赢，也要赢得光明正大。在这射箭场上，还没人能比得过本少爷这双眼睛，何况他还是个瞎子。主子，二皇子的人最近在国子监附近活动频繁，似乎想在秋谢大会上对您不利。他们想在那儿动手也好，省得本王去找他们。另外，苏小姐报名了射箭比赛。射箭？那个蒙着眼却能听风辨位的丫头。你的腿我能治。告诉监院，本王身体好转，秋祝大会，本王不仅要出席，还要亲自为头名颁奖。师傅，我都给您打听了，苏志然刚才试射，10发9中，状态好的批爆。莫慌，老子在村里打兔子的时候，他还没拿过弓呢。靖王，他竟然真的来了！他一定是来看那个瞎子的，该死！苏清渊，看看你这身打扮，你是来射箭的，还是来逃荒的？哎呀，你是全场穿的最漂亮的型了吧？射个箭再给你打扮的。东西换了吗？换了。这一桶箭的箭杆都被药水浸泡过，只要拉弓时受力不均，箭羽就会在空中偏移。好，我还要你在他的靶子上也动动手脚。小姐放心，苏清苑的那个靶子，轴心被我稍微垫高了1寸，即便是他真的射中了红心，箭矢也会因为受力不稳而掉落。国子监秋训演武大会射箭决赛正式开始。清渊，让本王看看你在那桃源村里到底学到了什么了不得的本事。苏之冉第一箭9环。轮到你了，瞎子，别让我等太久。哎呀，姐姐这第一箭，怕不是在跟草丛里的兔子打招呼吧？去查查那些箭。是。苏之冉目前总环数38，苏清渊目前总环数6。哈哈，苏清渊，识相的就赶紧滚下去，别在这儿碍眼。油水跑过来，怪不得母子发酥。姐姐，认输吧，给二哥道个歉，再把那马场交出来，说不定二哥还能饶了你。师傅，你到底在干啥子？拿真本事出来啊！急什么？裁判，
我申请暂停比赛。苏小姐，大势已定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弓火箭，老子用的不顺手，我要换一套。换一套？苏清渊，你莫不是想说这弓箭认主，欺负你这外乡人吧？换弓箭，苏清渊，你这输不起的样子可真是难看。苏小姐，按大会规定，一旦开赛，非器械损坏不可更换。你的弓箭完好无损，驳回请求。姐姐，别再垂死挣扎了，乖乖认输，还能留几分体面。不让换吗？成，稍微改下风阻，凑合用。这气势绝非普通人。苏清渊，失缓！这不可能，蒙着眼怎么可能射中？一定是运气！师傅无敌，师傅牛逼！二哥，剩下的几发还要打不？这大礼，本王送的迟了。这不可能，一定是巧合！你一个瞎子，怎么可能射穿箭靶？二哥，巧合没？那老子今天就让你看个够！这种指法，连当年的第一神射手也要逊死3分。看到没？这就是老子的师傅！苏清渊连续3个10环，目前总环数66环。不，他作弊，他是个瞎子，一定有人在暗中帮他。二哥，老子记得你刚才说，我要是拉了头，你就当众把这箭靶子吃下去。现在，你是想自己动手，还是老子帮你塞进去？好一个霸道的太学长！去，把那些调换剑士的杂碎给本王揪出来。今日这头名，谁也别想抢走。苏二公子，你还有最后4件，若是弃赛，头名便属于苏清渊小姐了。二哥，你振作一点，他刚才肯定是用了妖术，你只要正常发挥，一定能反超他的。老子绝不会输给一个瞎子！苏之冉总环数62，苏清渊总环数66。本届秋盛演武大会射箭项目头名，太学班苏清渊，师傅神武，师傅千秋万代。作弊，他绝对是作弊！祭酒大人，这不公平！婉柔，慎言，苏小姐的箭术大家有目共睹。大伙儿看清楚了，这些箭是专门定制的螺旋筒，肯定是他提前让人调换了箭筒，他蒙着眼都能射中。是因为他对这些箭动了手脚。王爷，您最是公正廉明，您看姐姐她不仅作弊，还当众羞辱自家兄长，这样的人怎配拿御赐的鎏金剑壶？你确定是他动了手脚？婉柔亲眼所见，刚才那个换剑的仆役就藏在后台。很好，既然你这么想看真相，本王便成全你。主子，人在存放工具的后门抓到的，他正准备烧掉替换下来的箭矢。祭酒大人，这布袋里装的正是苏二小姐让人浸泡过化木散的毒箭，这种药水能让箭杆受力即断。若非青樱这丫头内力深厚，那一箭早就崩断伤到自己了。这是兵部禁药！婉柔，你竟敢在国子监动用此等恶毒之物！小姐饶命！是苏二小姐，是她给小人50两银子，让小人调换了苏清渊小姐的箭筒，还让小人把她的箭靶轴心给垫高了。婉柔，这真的是你干的，不仅要害亲姐姐，还要毁了我的武举之路。二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只是……够了！从今日起，我苏之然没有你这种蛇蝎心肠的妹妹。苏婉柔，你德行败坏，罔顾校规，从今日起，你终生不得再踏入国子监半步。苏小姐，这头名奖励你拿得名副其实。谢喽，小哥哥，这玩意儿看着挺沉，应该能换不少酒钱。
只要你愿意，这整个京城的酒窖，本王都为你承包了。既然奖励领了，本王送你回府。成，正好肚子饿了，我想吃城东头的王记烤鸭。来，二哥，喝了这碗酒，以前那点破事儿就翻篇了。是二哥以前糊涂，竟然信了那毒妇的鬼话。以后在这京城，谁敢欺负你，二哥拼了这条命也要护着你。既然认了亲，那本王以后是不是该改口叫二哥了？哎呦，不用不用。李小雪，跟我们走一趟，主子要见你。二皇子终于按耐不住了，清渊，带着二哥快走，这是本王的瞎事。走啥子走？打扰老子吃肉，阎王爷都救不了你们。敢动我妹妹，老子砸烂你们的狗头！都别动！谁敢再上前一步，我直接射穿他的脑袋！放开他，本王跟你们走。这位大叔，你在怒绑针吗？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齐伯伯教老子玩机关的时候，你还在穿开裆裤了。带回去，交给李欣去审。本王要活的。是。苏清渊，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？说他扣下。莫慌嘛，小哥哥，刚才老子说的话你还记得不？什么话？老子说了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老子保你1个月内站起来。待会儿可能会有点痛，你要是忍不住，就要这个。这点痛，比起当年的玉阶之坠，又算得了什么？稳住，那是当年潜伏在你骨缝里的余毒，排出来就成了。总算是排干净了。小哥哥，试试看，能不能动动你的脚趾头？动了，小牛真的动了。那当然，陈爷爷的压箱底本事，老子学了10乘10。来，试着站起来，老子在旁边扶着你，莫怕。清渊，谢谢你。哎呀，小哥哥你坐稳，不对，站稳慢。原来这就是你的秘密。看啥子看？没见过阴谋吗？赶紧跟老子起开！不放这枕巾，本王现在就想付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老子昨晚都干了些啥子啊？竟然把那个残废小哥哥给……老七头要是晓得了，肯定要笑话老子见色起意。哎呀，没脸见人喽！夫人昨晚累坏了，怎么连路都走不稳？闭嘴！再吵，老子把你的药里加点黄连。剥个鸡蛋就想收买老子们？只要你想，这辈子本王都为你剥鸡蛋。小哥哥，其实老子刚回京城的时候怕得很。怕什么？怕这京城繁华迷了眼？怕老子那亲爹，怕那个苏婉柔。老子总觉得自己是个没人要的丧门星，在那小村庄里，伯伯婶婶们对我再好，老子也总怕哪天醒来，他们也把我扔了。
我也一样。母妃死后，那些太监宫女都敢在本王身上踩一脚。这16年，本王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么杀了他们。但现在，本王想活下去了。青瑶，以后这天下没人敢再抛弃你，谁若敢，本王便让他死无全尸。那你也要答应老子，不管你的腿以后能不能走，都不准嫌弃老子粗俗。粗俗？本王倒觉得，这京城的名人千金加起来，也抵不过你半分真性情。主子，宫里来人了，皇上要在太庙几天，特命主子带上苏小姐一同前往。太庙，看来二皇子是想在祖宗面前让本王彻底翻不了身。庆渊，敢陪本王去闯一闯这龙潭虎穴吗？去就去，老子倒要看看那帮老狐狸能玩出啥子花样来。老子倒要看看那帮老狐狸能玩出啥子花样来。靖王殿下，宫中有旨，轮椅不可入内，请殿下下地慢些。你说啥子？殿下的腿不方便，你没长眼吗？哼，在这皇宫门口，规矩就是规矩。一个残废，一个瞎子，有什么资格在本校尉面前叫嚣？残废！我看你这双狗眼才真的是该死。规矩嘛，哎呦，老子的规矩就是谁挡路，谁就跪下。哟，三弟，这太庙祭祖，你这副样子进去，怕是会惊扰了先祖英灵吧？就是啊，咱们宗室可没有坐着祭祖的规矩。小雪，你还是在门口守着吧。你这个二流子，嘴巴是磨了开塞露没？喷得满天都是。你是何人？竟敢辱骂本皇子！我是你姑奶奶，长得像个没熟透的苦瓜，还在这蹦跶，真是不怕丢了老祖宗的脸。父皇说了，身有残缺者，不得入宗祠。萧诀，你最好识相点。够了，萧诀是朕喊来的，入祠祭祖，理所应当。苏清渊，入祠得行入祠3礼，那可不是你这种乡下丫头能学会的。苏清渊，我看你第一杯茶怎么死。苏清渊，我看你第一杯茶怎么死。小姐，按规矩，这第一杯长青茶得敬给当今圣上。敬给父皇，主位侧后方那位才是辈分最高的太上皇，乱了尊卑，父皇定会治你的大不敬之罪。第一杯茶敬给太上皇，祝太上皇松鹤延年，福泽大周。好一个心细如发的丫头，小爵，你选的这王妃不错。这是失传100年的归宗九礼，这礼法只有眼天一族才通晓。当头，你从何处学来？村里头老七头教的，他说这叫讨红包礼，逢年过节都要练。齐先生，可是那位20年便告老还乡的钦天监监正？父皇，别听这瞎子胡说八道，齐先生早已仙逝，他分明是找了个骗子来蒙蔽圣听。20年不见，圣上可还安好？是哪来的疯子？给本皇子闭嘴！齐先生，真的是您？都退后，圣上心悸发作了。父皇，你若今日倒下，这天下怕是要乱了。圣上心悸发作了。父皇，你若今日倒下，这天下怕是要乱了。萧诀，你竟然找个乡下瞎子来谋害父皇！来人，把这2个逆贼给本皇子拿下！谁敢动他？莫吵，再吵老子手一抖，这老头子就真没救了。逆子，你刚才说谁是逆贼？父皇，儿臣是担心您的龙体啊。担心朕？我看你是担心朕死得不够快。丫头，
医术不错，但这靖王妃的位置可不是靠扎几针就能坐稳的。圣上，那您说要咋个样才算稳？靖王府名下有一间药铺回春堂，如今负债累累，濒临倒闭。朕给你3个月时间，若你能让他扭亏为盈，朕便亲赐婚书，认可你这个儿媳妇。好耶！做生意嘛，老子最喜欢数钱了。苏清渊，别以为你是丞相府的就了不起，还钱！还！回春堂欠我们3万两银子，今天拿不出来，我们就拆了这铺子。还钱！还钱！3万两。3天后在这儿等着，老子不仅还钱，还送你们每人一份大礼。李欣，通知暗卫严密监控二皇子的动向。是，他若敢断回春堂的生路，本王就断了他的后路。是，他若敢断回春堂的生路，本王就断了他的后路。下一个，莫急嘛，人人都有份儿，老子这儿不看身份，只看病账。苏清霄想收买人心，本皇子看你今天怎么收场！杀人了！回春堂卖假药，我弟弟喝了他们的药，现在快不行了！天子脚下，竟敢公然草菅人命！难道真的是假药？我就说乡下回来的不靠谱。哎呀，演技不错嘛，这位大叔，你这口吐白沫的法子是浇了造猪粉吗？我杀了你！哪个王八犊子敢在老夫徒弟的场子上撒野？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圣上亲赐的医圣金牌，老夫教出来的徒弟，若能医死人，老夫把这块金牌给吃了。陈神医，这老怪物不是早就隐世了吗？怎也不为了苏清溪出山。陈爷爷，你总算是来了，再不来，老子的铺子都要被人拆了拿去当柴烧了。陈爷爷，你总算是来了，再不来，老子的铺子都要被人拆了拿去当柴烧了。这位仁兄，既然来了，就把心里话都说清楚再走。是二皇子，二皇子给了我100两银子，让我吃了皂角粉来回春堂装死，还要我一定要把御史大人引过来。二皇子竟然做出此等下作之事！老夫今日定要死谏，参那二皇子一个陷害忠良、藐视王法之罪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陈神医、齐先生，他们为什么都要帮那个瞎子？主子息怒，我已经下令封锁了周边所有省份的药材商，谁敢给回春堂供1两药材，就是与皇家作对。好，既然苏青与你医术通神，那想必你没有药材也能医人吧？渊儿，药材见底了，京城那帮势利眼药商现在连门都不让咱们进。二皇子那招够狠嘞，想把老子困死在屋头吗？药材的事本王查过了，京城6成的药材生意都在你那位未婚大嫂的沈家手里。沈天，老子这就去丞相府找他，沈家有钱有用，正好拉他入伙，气死那个苦瓜脸二皇子。李欣，传信给天下某，药材的事不仅沈家要动，咱们江南的库房也要开。药材的事不仅沈家要动，咱们江南的库房也要开。陆景琛，你既然背着我跟那个狐狸精丫鬟拉拉扯扯，这婚约我不履行了，退婚，现在就退婚！甜甜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只是在跟他交接商行的账册。哎呀，这一大早嘞，又是哪一出戏嘛？清源妹妹，你快管管你大哥，他被那个狐狸精勾了魂了！清源，你别听他胡说，真的只是账册，我可以对天发誓。发誓？大哥，你发的誓还少了。哼，狐狸精，我看是只小耗子。大哥，你这商行的经营册数是不是少了几页？
确实少了2页核心的渠道图。森田姐姐，莫急，老子教你一招瓮中捉鳖。做到了。小翠，你竟然真的在偷东西！老子在那账册撒了桃源村特产的追踪粉，只要摸过，1个月都洗不掉。说，谁支持你的？是婉柔小姐，她说只要我能偷到商行的册书，就给我赎身送我出府。这个阴魂不散的毒蛇！大哥，懂了吗？这才是真正的定招，不割掉，苏家迟早被他坑死。这个阴魂不散的毒蛇！大哥，懂了吗？这才是真正的定招，不割掉，苏家迟早被他坑死。殿下，这是苏锦琛商行的核心册书，只要掌握了这些渠道，他的商行不过是空壳一个。做得好，婉柔，你果然没让本皇子失望。只要你帮本皇子搞垮苏清烟和萧绝，这太岳妃的位置，非你莫属。婉柔定不辱命。500万两赈灾银，只要用这笔钱买下沈家那个临江开发的项目，我就是京城最有钱的女人。到时候别说是苏景轩，就是丞相府，我也不放在眼里。小姐，这可是朝廷的，若是被发现了，怕什么？等我成了太子妃，谁敢查我？这是100万两定金，剩下的400万两，合同签完立刻付清。苏二小姐果然爽快，这临江开发的项目以后就全仰仗苏家，哦不，您了。苏青云，你那点雕虫小术，在绝对的财富面前不过是笑话。清渊妹妹，你村里那位皮影张大叔演的也太像了吧，我都差点以为那是我家的大总管了。老张头以前在村里就是演骗子出身的。沈田姐姐，莫急，这500万两赈灾银可是重罪，既然他非要往坑里跳，那咱们就帮他把土填厚。李欣，通知御离军，明早的立约大典，本王要请圣上亲临，看一场精彩绝伦的大戏。是。李欣，通知御离军，明早的立约大典，本王要请圣上亲临，看一场精彩绝伦的大戏。是。今日立约大典，我苏婉柔将代表丞相府与沈家共同开发临江项目。大哥，你也看到了，这做生意光有祖上的基业是不够的，还得有脑子。哎呀，妹妹这出戏演的连老子都要看哭了。沈田，沈叔叔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大总管不是说你们在郊外避暑吗？避暑？本家主若再不回来，这沈家的产业怕是要被你这女贼给扒空了。嘿嘿，二小姐，小老在桃源村演了一辈子骗子，头一回演官老爷，还没演过瘾呢。妹妹，这500万两官银，你是想自己还回去，还是想让御林军带你去刑部慢慢聊？不可能，不该是这样的。走。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，挪用官银，通敌叛国，沈家绝不会放过你！不，二皇子！大哥，老苏清理干净了，剩下的该咱们数钱了。不，二皇子！大哥，老苏清理干净了，剩下的该咱们数钱了。景琛哥哥，之前是我不好，不该听信那毒妇的话误会你。这碗羹是我亲手熬的，你尝尝。甜甜，我不怪你，只要你相信我，比什么都强。哎呀，这屋子里的糖味儿，重得老子都要牙疼了。清源妹妹，你就知道取笑我们。我已经跟我爹说好了，从明天起，沈家所有的顶级药材优先供应回春堂。好耶！森田姐姐果然是大手笔。这老骨头不中用了，每逢阴雨天，这腿就跟针插一样疼。森田姐姐，莫发呆，老夫人这病得靠你这个孙媳妇来治。
可我不会医术啊。陈爷爷教过我一套五行推拿手，不需要内力，只要手法准，对老风湿有奇效。看清楚，这里是阴灵拳，得用这种旋转的暗劲。沈田姐姐，你来试试。好孩子，这手劲儿比那帮只知道开苦药的太医强多了。沈田，这些年委屈你了，以后这相府渊儿不在时，就由你替老身管着。果然，这世界上最厉害的医术是投其所好啊！苏清渊、沈田，你们都得死！小姐，这是那位殿下留给您的最后一份礼物。你们都得死！小姐，这是那位殿下留给您的最后一份礼物。沈田，这些日子真是辛苦你了，老身这腿感觉轻便了许多，都能下地走动了。奶奶说哪里话？只要您身体康健，沈田便是天天按也值得。好孩子，明儿个便是老身的七世寿宴，到时候老身定要当众宣布你与景琛的婚事。寿宴，大喜的日子，那也是大葬的日子。小姐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，若是被查出来，等苏青瑜和那个沈田都烂在田里，日后谁还会来查我？这碎长伞无色无味，只要混在那碗银耳羹里，即便是大罗神仙也难救。丫头，今晚这风声不对，老夫刚才起了一卦，东南位大凶，似有血光之灾。血光之灾，看来某些人是等不及要上路了。老七头，明早的寿宴，麻烦您给我多备几张辟邪符。既然有人想玩火，那咱们就帮他把火烧得更旺些。人手布置好了吗？回主子，回春堂外围已经由天下盟接管。相府内，咱们的人也已经混入了杂役中。二皇子若敢在寿宴上动手，今日便是他的绝期。对了，务必护好情绪。他脾气不好，别让他脏了手。对了，务必护好情绪。他脾气不好，别让他脏了手。今日家母七十寿辰，多谢各位同僚赏光。顺便宣布一件喜事，长子景琛与沈家嫡女沈田下月正式请婚。奶奶，这是婉柔亲手熬制的万寿银耳羹，祝奶奶福如东海。不喝！苏清渊，今日是你奶奶寿宴，你又发什么疯？发疯？我看是有人急着送奶奶上路。这羹里除了银耳，竟然还加了3两断肠散。妹妹，你这孝心可真是够沉的啊！你胡说，这只是寻常的补药，你不就是想独占奶奶的宠爱吗？竟然这样诬陷我！诬陷？行啊，既然是补药，那妹妹就先替奶奶尝一口。妹妹，看来二皇子给你的不是泻药，是封口的毒药。他不仅想要奶奶的命，还想要你的命。带下去，老身再也不想见到他。李欣，把祠堂和后院所有参与此事的人全部带回晋王府审讯。清渊，咱们的大礼该送给二皇子了。
咱们的大礼该送给二皇子了。主子，拿到了，这是李公公留下的血书，他临终前将其缝在了他女儿的襁褓里。咱们的人在南边寻了整整半个月才找到。二皇子为了那个位置，你竟然毒杀父皇与母妃，这笔债，本王定要你100倍偿还。渊儿，婉柔那孩子虽然心术不正，但如今落得这种下场，老身心里总不是个滋味。奶奶，因果报应，他若是那一碗药端给了您，现在封的就是苏家全族了。奶奶，青瑶妹妹说的对，您现在最要紧的是养好身子，景琛哥哥还等着您主持大婚呢。兄弟，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跑来这儿练爬窗。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苏大人，这份血书你应该不陌生吧？当年政变，苏家可是出力不少啊。老头子，现在你有2条路，要么跟着二皇子一起死，要么帮我们把那个苦瓜脸拽下马。最后决战的时机到了。最后决战的时机到了。没想到你竟然勾结二皇子，还要残害亲人，老身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母亲，是儿子糊涂，儿子这些年被那孽障蒙蔽了双眼，居然差点害了你，还委屈了渊儿。渊儿，娘对不起你，娘竟然信了婉柔的话，还3番4次的责难。哎呀，莫哭了，眼泪水又不值钱，老子在那小村庄里早都习惯了。你们确实该跪，若非渊儿医术高明，若非他带回了齐先生，老身这把老骨头早就烂在地里了。老身给过你机会，既然你自寻死路，那就别怪老身不念旧情。来人，报官！苏家，你们全都要给我陪葬！二皇子不会放过你们的！这苏家二小姐做的事早该死1万次了。就是，我要是苏家人都得活剐了她。清源，你终究还是太仁慈了些。若是在战场上，他已经死了1万次。死太快多没意思，老子要让他在牢里头亲眼看着那个苦瓜脸二皇子是怎么倒台的。好，本王陪你看这出好戏落幕。好，本王陪你看这出好戏落幕。二皇子已经在全城各处安插了私兵，他这是想在3日后的祭天大典上强行逼宫。王爷放心，沈家已经慢慢减少了东宫所有的粮草与药材供应，没有银子和口粮，那帮人撑不了多久。商行这边也已经联络了朝中半数御史，只要主子一声令下，弹劾的折子能把东宫给淹了。李公公的女儿接到了吗？回主子，清源小姐下午亲自带人去接了，现在正安置在回春堂的地下暗室里，由齐先生亲自布阵守护。莫怕，到了这儿，连阎王爷都得绕道走。这是我爹临终前交给我的，
他说这是萧家欠天下人的一个公道。公道？在那位二皇子眼里，公道值几个钱？渊儿，你尽管放手去干。医圣谷的那帮老家伙已经入京了，只要你一句话，全城的药铺都能变成咱们的暗哨。老夫的奇门遁甲阵也已经布好了，东宫的那几个三流术士，若是敢踏入一步，定叫他们有来无回。怎么又在想当年的事？青瑶，如果这次败了，本王便送你出京。说什么屁话！老子村里的伯伯婶婶都在赶来的路上，要是败了，老子就把这京城给掀了。好，那本王便陪你掀了这天。告诉所有人，明天计划开始。告诉所有人，明天计划开始。听说了吗？我师父的回春堂刚接了一笔江南商帮的100亿两白银投资。100亿两？那回春堂岂不是富可敌国了？那当然，我师父可是神人，只要他点点头，那商帮恨不得把整个江南都送给他。100亿两，这消息属实吗？属实，属下亲眼看到几十个贴着回春堂标签的沉重木箱运进了库房。好，既然回春堂有这么多银子，那本皇子就替他收了。有了这笔钱，本王何愁大事不成？立刻去联络那个商帮的代表，告诉他，只要愿意支持本皇子，条件随他开。二殿下，咱们江南人只认钱，想要合作卖，行啊！10亿两白银定金，少一个子儿，咱们就把银子全投给靖王府。10亿两，你这也太贪了点儿。殿下若是没诚意，那就请便。咱们商帮的时间，那可都是银子堆出来的。慢着，好，10亿两就10亿两，明晚之前，本皇子定会将银子送到指定地点。老张头这演技，老子看一次笑一次。他若是不贪，二皇子怎么会信？10亿两，正好是国库最近拨出的那笔赈灾余款。儿已经吞下去了，就看那个苦瓜脸明天拿什么来填这个坑。清渊，最后一场戏，我们要在大殿上唱。清渊，最后一场戏，我们要在大殿上唱。把国库里那10亿两赈灾余款，现在就拨到这个典当行。殿下，这可是大周的命脉啊！若是被圣上知道了，你如果不办，全家现在就要去见阎王。主子，鱼儿上钩了，10亿两官银，分毫不差的流进了二皇子名下的私产。截住所有账册，一页也不准漏掉。还有，李公公的那份供词，明天早朝，本王要让他成为二皇子的绝命书。稳住了，这是最后一层，痛了就成了。16年了。青瑶，本王终于能亲手护你一世了。哎呀，站起来就站起来，莫动手动脚的。明天早朝，本王要让全天下都知道，谁才是这大周真正的继承。本王要让全天下都知道，谁才是这大周真正的继承。父皇龙体欠安，靖王萧决患有严重疯癫之症，为护大周江山，特罢免萧决靖王之位，将其贬为庶民，
即日出京。臣等附议。三弟，认命吧。这大周的江山，你一个残废有什么资格肖像？老子不答应！师傅，等等我！苏清渊，一个瞎眼村妇，竟敢擅闯金銮殿！来人，拿下！拿下！二殿下，看看这些，你还想拿下哪个？这3年来，你贪污了5000万两官银，害得南方3省颗粒无收。二殿下，你这心，怕是比锅底还要黑吧？造假！这全都是造假！造假！你站起来了，不是残废了吗？二哥，本王的这份大恩，你可还喜欢？二哥，本王的这份大礼，你可还喜欢？不可能！你的腿明明已经废了16年，他一说你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。是，如果不是托二哥的福，在我每日的药里加了16年的化骨散，本王确实站不起来。师尊，16年前，儿臣并非失足摔残，而是二哥亲手带人打断了我的腿。他怕儿臣抢了他的位置，不仅要断儿臣的腿，还要断了儿臣的生路。胡说八道！你这逆贼，竟敢当众诬陷本皇子！去死吧！住下！你的剑太慢了。二哥，你不会觉得这么些年我真的甘心当个残废吗？圣上，除了杀弟，这位二殿下还伙同苏哲毒杀了萧诀的生母，当年的淑妃娘娘。逆子，你这畜生！二哥，你欠本王的，欠母妃的，今日本王要你全部吐出来！你欠本王的，欠母妃的，今日本王要你全部吐出来！圣上，二皇子毒杀先妃，谋害手足，此等罪行天理难容。臣请命将二皇子凌迟处死，以儆效尤。臣附议。二皇子不仁不义，绝不可姑息。逆子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认罪！萧诀，你以为你赢了？本皇子早已在这金銮谋下埋了30枚9天火雷，只要本皇子轻轻一按，这大殿内所有人全都要给本皇子陪葬。清月，快走！二殿下，你这炮仗怕是点不着喽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是谁？老子在村里头玩火雷的时候，你还在尿床呢。这点小玩意儿，老子3分钟就给他拆了个干净。老二，看来这天意是真的不站在你这边了。你先带走，交给天下盟，我要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小爵，大周以后就交给你了。父皇，大周是儿臣与王妃的，交给天下盟，我要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老二啊，这儿的伙食还凑合没？苏清渊，你这个贱人，本皇子还没输。萧诀，给本皇子滚出来！住手！放开他！给我准备一匹快马，放我出京，否则我现在就割断他的喉咙！好，本王放你走。李欣，去备马。
苏清渊，你是不是想气死本王？谁让你一个人来见他的？哎呀，我心里有数嘛，就他那两下子，还想当老子的人质？以后不准再让自己涉险。臣听你的。看烟火静静入梦，现在只想守着你。以后不准再让自己涉险。臣听你的。小爵，这些年是父皇委屈了你。今日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朕正式册封你为储君，继承大统。儿臣领旨，定不负父皇厚望。还有苏清渊小姐，医术绝伦，胆识过人。朕今日当众宣布，苏清渊乃晋王府唯一的王妃，见她如见朕。谁若敢有半分不敬，便是不把朕放在眼里。渊儿，爹以前猪油蒙了心，竟然信了那孽障的鬼话。渊儿，娘对不起你。往后，你若是愿意回相府，娘定会将所有的宠爱都补偿你。补偿我？有些东西丢了就是丢了。苏大人、刘夫人，老子在那小村庄里有伯伯婶婶，有爷爷奶奶，那儿才是我的家。至于这王妃的位置，那是老子凭本事赚回来的，跟苏家没得半分关系。处理好了。哦，那两口子终于消停了。既然消停了，那咱们是不是该谈谈成亲的事了？成亲？那老子要吃最贵的喜糖，还要在京城最大的酒楼摆他个3天3夜的流水席。好，只要你想，本王便让这整个大周都为你静好。清渊，谢谢你带我走出了那片深渊。成亲？那老子要吃最贵的喜糖，还要在京城最大的酒楼摆他个3天3夜的流水席。清渊，母妃在天之灵想必已经看到本王报仇雪恨了，但在这世间，本王还有最后一件未了的心愿。这是本王求了天下盟，寻了整整3年才找到的天外陨石打造而成的。苏清渊，你可愿正式成为本王的王妃？小哥哥，老子最后问你一句，老子的秘密多得很，若是哪天老子要把这天给捅个窟窿，你跟不跟我一起走？你若捅了天，本王便为你补天；你若入了魔，本王便陪你屠尽这天下的线。伯伯们说，这双眼睛能看穿世间所有的伪装和恶意，所以老子一直蒙着，就怕哪天看透了你，老子会忍不住杀了你。现在我要用这双眼看清楚，你对我到底有几分真心？清渊，你可以现在就挖了本王的心，本王保证，那上面刻着的全都是你的名字。哎呀，小哥哥，你也太无趣了，吓都不吓一下。现在你看到本王的真心了吗？看到了没？满脑壳都是想这么亲老子。看到了没？满脑壳都是想这么亲老子。新娘子到！这便是那位神人千金，果然是倾城之子。一身假意，怕是连宫里的娘娘都比不上吧？天哪，那是乐圣柳房主，一圣陈老。
他们难道都是为了苏清渊而来的？小姐，老身丑话说在前头，若是渊儿受了半点委屈，老身这把无影第一个不答应。这是老夫炼的忠贞丹，你若敢纳妾，这药便能让你断子绝孙。晚辈定不负清渊。爷爷咋个还没来哦？该不会是迷路了吧？别担心，莫村长定会赶到的。天下盟，莫盟主到！天下盟，莫盟主到！哈哈哈哈哈！小庆儿成亲，爷爷来晚喽！开香！这是爷爷给你的私房钱，拿着它，天下盟36部72堂100万门尽听你号令。小爵，老子在村里头把你当孙女婿看，在这儿，你若敢让雨儿掉一滴眼泪水，老子便带人铲平了你这靖王府。爷爷放心，萧绝此生唯庆用一人，若为此事，天诛地灭。哎呀，爷爷，莫要把小哥哥吓坏了，东西我收下了，酒管够。吉时已到，一拜天地。吉时已到，一拜天地。这种俗事，还是老夫来主持最合适。小姐，交给你了，定不辱命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已成。渊儿，这是苏家祖传的镯子，当年是娘糊涂，竟然抱错了孩子，害你受了这么多年的苦。抱错？柳夫人，老子在那小村庄里的时候，齐伯伯就教过我，这个世界上没的那么多巧合。当年的真相到底如何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这镯子，你还是留给苏婉柔陪葬吧。爹，我回来了。这位是拓跋玉儿，我的未婚妻。好，书恒回来的正是时候。苏青雨，你以为有了萧诀就赢了？老夫的这枚棋子才刚刚落下。苏青雨，你以为有了萧诀就赢了？老夫的这枚棋子才刚刚落下。这位便是清渊姐姐吧？早听书恒提起过。说姐姐医术通神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度非凡。这是我从北地带回来的定制花钗，姐姐若不嫌弃，请收下。谢了，妹妹，长得挺乖，嘴巴也甜。二哥，这三哥到底是啥子来路？我看他满脑壳都是这些木头脑壳。三弟从小性子就老，唯独对机关术痴迷。这些年他在塞外游学，据说还拿到了公叔家的传承。那这位弟妹呢？
拓跋玉儿，她是北狄一个商贾之女。舒恒在塞外遇险时被她所救，两人便定下了终生。舒恒哥哥这把百转连弩射程可达300步，且机库处用了特殊的反震装置，只要在弩机底部这个凹槽处稍微施力，便能瞬间连发10箭。妹妹，你对这机关术倒是了解得很特诚，连这核心的凹槽发力都想看。舒涵给救的时候，我也在一旁帮着递个东西，听多了也就记住了。记住了，这种核心数据，若是没得内行人指点，看100遍也看不出谜样。看来这相府里头又要闹妖精了。记住了，这种核心数据，若是没得内行人指点，看100遍也看不出谜样。看来这相府里头又要闹妖精了。妹妹，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跑来这儿练开锁。姐姐，我刚才见舒涵哥哥房间里还亮着，怕他睡着了没关窗，这才过来看看。莫装了，你刚才那手法，老子在村里头抓小偷的时候见多了。你那什么北狄三棍子女的身份，老子早就查清楚了。拓跋玉儿，或者老子该叫你北狄军队的潜入人员杜峰。主子，查到了，拓跋玉儿的身份全是伪造的。他这半年来一直潜伏在苏书恒身边，就是为了窃取咱们大周的机关防务图。好一个苏哲，为了保住地位，竟然连亲儿子都能出卖。通知青瑶，收网的时机到。只要拿到天下盟那块玄铁令牌，北狄那边便会出兵。到时候，老夫不仅能当上摄政王，还能把婉柔从那鬼地方接回来。相爷圣明，只是那苏清渊，哼，一个乡下丫头，等利用完了，随手处理掉便是。苏哲，你竟然狠心到如此地步，连亲生女儿也要杀！苏哲，你竟然狠心到如此地步，连亲生女儿也要杀！日儿，你爹他其实这些年一直在找你。你看，这是他当年发给全湄洲的寻人令，他也是被人蒙蔽了。刘夫人，看清楚了，老子是出生第3天丢的，这寻人令是丢了1个月后才发的。为什么在我丢的那个2天不找我？难道是你们丞相府的人太忙，都没发现我丢吗？还有这探访的印章，是二皇子麾下的暗影堂。苏大人，你这戏演的，连老子都要看吐了。二哥，明天你把三狗带去城外的马场，就说那里有新的战马，不到天黑不准让他回来。放心，这件事交给我。东西放好了。那盒子里装的是老七头临时画的假防务图，只要拓跋玉儿敢拓印，那追踪印记就会粘在他身上，洗都洗不掉。北狄的人既然敢来，那就一个也别想走。苏贼，你既然想卖国求荣，那老子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倾家荡产。走。大周的命脉终于到手了。
去吧，把这大周的江山带回草原。玉儿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骗人！苏书恒，要怪就怪你那贪生怕死的亲爹。若不是他主动把你的行踪卖给北狄，你以为本小姐会看上你这个木头桩子？北狄的小蜜蜂，既然来了，那就别走了。带下去，严加审讯。本王倒要看看苏哲这老狐狸到底还有多少底牌没翻出来。苏哲这老狐狸到底还有多少底牌没翻出来？说，苏哲给了你们什么承诺？承诺？苏哲那老狗，他把苏书恒的机关步防图原件卖给了北狄大汗，换取了5000万两黄金的支持。他还说，只要苏婉柔能当上北狄王妃，他便会亲手毒杀你和萧绝，作为投名状。老头子这算盘打得挺响嘞，连亲生女儿的命都要拿来当垫脚石。畜生，他怎么敢？书恒这些年为了研究机关术受了多少苦，他竟然……二弟，清源说的对，苏哲眼里从来没有骨肉，只有权。萧绝，我总觉得这事情还没完。如果苏哲真的这么狠，那当年我丢的事情一定有问题。本王也有此怀疑。天下盟的情报显示，苏婉柔的生辰八字似乎被人改动过。改动？既然老头子想玩掉炮计，那咱们就帮他把这层皮给剥下了。立新，查查苏哲20年前在江南的所有踪迹，一个细节都不要走过。是。苏哲，咱们的账该开始一笔一笔的算了。苏哲，咱们的账该开始一笔一笔的算了。主子，苏小姐，天下盟查到，苏哲在苏小姐出生后的第3天，曾只身一人骑马赶往桃源村附近的一个小镇，而且据当地的老人回忆，当时苏哲怀里还抱着一个用襁褓裹得死紧的孩子，神色略慌张。抱着孩子，那时候他应该在京城守着钢铲子的领事才对。老头子20年前就开始往那个小镇送银子了。我看那银子不是给我的，是给那个帮他办事的萨叔。清源，齐先生去摸了苏婉柔的骨相，她的股线已经完全闭合，至少比你大了1岁半。掉光鸡！苏哲那个老狐狸当年根本就不是报错，他是故意把老子给扔了，然后把那个野种抱回来顶替我的位置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那个野种的娘能帮他搭上北狄的路子。婉柔在牢里受了不少苦，老夫已经托了关系，过几日便接她回来。接他回来？
那渊儿呢？渊儿受了那么多委屈。渊儿现在是王妃，她有萧诀护着，能有什么事儿？老头子，既然你这么喜欢玩亲情游戏，那我就送你一份让你这辈子都忘不掉的厚礼。老头子，既然你这么喜欢玩亲情游戏，那我就送你一份让你这辈子都忘不掉的厚礼。林姨，别躲了，苏哲那老头子已经派人往这儿赶了。你觉得你是能跑得掉，还是能活得过今晚？你是谁？我是当年那个被苏哲亲手扔进乱石堆的孩子。你说我是谁？是苏哲。当年他为了攀附我父亲在北狄的人脉，强行占有了我。后来他正妻怀孕，他也怕我这个北狄女人的身份暴露，就在你出生的第3天，亲手把你装进襁褓，扔到了桃源村后山的乱石堆里。然后他就把苏婉柔那个大了1岁的野种抱了回来，当成嫡女养。他还假装发疯一样的找你，实则是为了确定你死没死，想找机会灭口。清渊，拿到了吗？拿到了，萧诀，老子这辈子没得这么恨过一个人，我要让苏哲亲口对着苏家的列祖列宗承认他的罪。好，回相府。收网。好，回相府。收网。这是当初苏哲调包我的证据。畜生！他怎么敢？他竟然亲手扔掉了清渊！原来我也只是一枚随时可以被他卖掉的棋子，随时可以被他卖掉的棋子。苏哲，你这个骗子！你骗了我整整20年，我以为你只是报错了，没想到你是蓄谋已久。老爷，渊儿丢的那天，你穿的是那件青色的长袍，上面还沾了一抹血迹，说是帮接生婆剪脐带时不小心弄的。是啊，那天太乱了，老夫担心你，又想赶紧抱抱渊儿，一来二去就蹭上了吧。可我记得那天你穿的是玄色锦袍。老爷，你向来注重细节，怎么连这个也忘了？你今日怎么了？一直在胡言乱语。苏哲，你那天到底去了哪儿？你怀里抱着的那个孩子到底是谁？你疯了吗？大半夜的发什么神经？苏哲，咱们完了！你疯了吗？大半夜的发什么神经？苏哲，咱们完了！苏大人，看看这是谁？林婉，你不是应该在……苏哲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你答应过我会护着婉柔，结果你竟然把她害成这样！一派胡言！这女人定是被萧诀收买了，来诬陷老夫。诬陷？苏大人，那您再听听这一段。林婉，那柳氏和那3个儿子迟早会发现端倪，等事成，老夫便送他们上路。这苏家只能是你我的。苏哲，我为了你在相府守了20年，我以为你只是重拳，却没想到你竟然从头到尾都在算计我的命。签了他，滚出苏家！不，我不签。签不签，可由不得你。签不签，
可由不得你。苏哲，从今日起，你我恩断义绝。你那些通敌卖国的罪者，老身早已送往大理寺。传圣上口谕，苏哲勾结北狄，谋害皇嗣，证据确凿，即刻打入死牢，3日后问斩。不，圣上饶命！月儿，救救爹！老头子，路是你自己选。带走。我是大小姐，我是大小姐。发什么呆？今天的猪草还没割完呢！在这儿待一辈子，也是种福气。青瑶，这天下江山，本王已经为你打理好了。你当真要陪本王去那深山老秦里过苦日子？苦日子嘛，只要有帅哥陪着，吃草根老子也乐意。那走吧。蓦然回首，那人竟是你。